谁能想到当年的大反派董天宝，如今却成了无数人追捧的对象。这次我是替天行道，哈哈哈哈！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小时候看这一幕时讨厌董天宝，如今长大后理解董天宝，步入社会后却成为了董天宝。而细数天宝的黑化之路，还要从他不择手段的往上爬开始。为了巩固权力，身为锦衣卫镇抚司的天宝，根本不顾士兵死活，统一用最严格的标准进行操练，并且还当众骂自己的引路人何坤是废物中的废物，才带出了这么一群不中用的兵。为此，何坤痛斥天宝这样练兵，将来恐怕会难以服众。适者生存，挺不住的死不足惜。包括你在内。发现天宝没把自己当回事，还打算让自己下去操练。何坤不想被他活活玩死，扬言要到刘瑾大太监那里告他的状，结果下一秒直接被天宝一枪扎了个透心凉，安了个扰乱军心之罪。而没人阻拦后，天宝准备打造一支铜皮铁骨的队伍，将练兵强度又增加了1倍。一旦有人体力不支，小命就留在了训练场上。从这一刻起，底层官兵的抵触情绪开始生根发芽，可天宝却仗着此举多次受到刘瑾的提拔嘉奖，后来更是亲自监督征税，比以前多收了10倍不止，迅速完成了朝廷指派的任务。这一狠辣举动也将穷苦百姓薅得一毛不剩。刘瑾见他这么聪明能干，特许天宝随自己一起进京练声，但在此之前，先要解决辖区叛党作乱之事，不然到时候万一惊动皇上，所有面子功绩被拆穿不说，搞不好还要领个欺君之罪。于是天宝开始四处寻找君宝等人，而自从那天两人大战后，君宝便因为好兄弟的背叛，受不了刺激变得疯疯癫癫。本以为过个1、2天，君宝就能平复心情，自然恢复，结果这一疯起来就没完没了。早上对着不倒翁诉说自己信错人的内疚，中午对着鸭子研究人生格言佛理佛法，晚上则对着道长秋雪两人一通胡搅蛮缠，气得道长给他取了个新的名字，叫张三丰。而为了给他治病，道长打算用银针活血方法疏通经脉，不料君宝人风武功还在，反而将秋雪两人扎得哭笑不得。没有办法，秋雪只能每天细心陪着君宝。这天两人在田野发现一棵枯树，秋雪告诉君宝，这棵树虽然枯了，但又发芽长出了一个新生命，只要君宝放下心中负担，也能像这个枯树一样重新开始。而就在这时，远处一个樵夫得知孩子出生，他将背上妨碍自己速度的木材放下，飞奔向回家的方向。看到这一幕的君宝，再加上刚才秋雪的开导，顿时清醒。放下，奔向新生命。放下负担，奔向新生命。君宝一路小跑回家，拿出师傅给天宝的气功心法，发现和现在自己的心态十分吻合，便结合武功招式，领悟了一种借力打力的功夫。他给这门功夫命名为太极。为了充分掌握这门功夫，他开始用水缸练习收力发力。经过日夜的勤加苦练，君宝将太极拳融会贯通，到了收发自如的最强状态。这天他得知天宝为了抓他，在大街上滥杀无辜，于是在刘瑾和其妹妹游街之时，君宝秋雪突然现身刺杀，想以此要挟天宝就范。前排小兵见状赶紧举枪反击，结果仅一招就被君宝的太极借力打力给定在原地，一个个失去了战斗力。刘瑾妹妹不知死活还想单挑君宝，同样几招过后就原地立坟告别了这个世界。毕竟他死之前活着的时候嚣张跋扈欺压良善，君宝对他没有丝毫手软。而另一边，刘瑾不敌秋雪的双刀被擒，两人立马将他拴在马后，一路拖着来到城外军营。有刘瑾在手，天宝只得跪在地上求饶，求君宝放了刘瑾，不要阻扰他升官发财的前程。可君宝却让天宝看清现实，为他以前的滥杀无辜买单。名利只是过眼云烟，这次我是替天行道，哈哈哈哈！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可一经交手，天宝的每一次攻击，君宝都能轻松化解，并且还借力打力打了他连连后退。他这才知道君宝变强了，学了其他武功，两人都师出少林，自幼都是他拉着君宝练武，从小到大每次切磋武艺，天宝他就没有输过。可现在自己至刚至猛的拳法，对上君宝至阴至柔的太极，所打出的力量根本伤及不到君宝毫毛。眼见于此，天宝将君宝引到麻绳网上，想利用千斤坠将其打败。殊不知君宝苦练的太极就是针对他的功夫来的。交手中，君宝用麻绳缠住脚面保持平衡，接着借力将天宝打伤，摔倒在了地下。天宝爬起来，赶紧命令手下上去对付君宝。可此时没一个人听他的话。作为人质的刘瑾见状更是大怒，斥责天宝不顾他的死活。结果他话音刚落，天宝一个闪身近前，送刘瑾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。本以为刘瑾一死，自己就成了军营中的老大，天宝再次下令让手下们动手，可众人却对他的心狠手辣恐惧。如果他活着，日后势必会被更严酷的操练活活折磨死。于是手下们非但没有帮忙，还大喊着让君宝将他打死。
天宝这一次伤得不轻，他请求君宝念及两人从小到大的情分，原谅他以前所做的错事。眼见君宝眼神露出不舍，一瞬间分神的间隙，天宝趁机掀起地毯盖住君宝，接着手持数把枪矛刺了过去。不料君宝早有防备，徒手抓住了所有枪头，随后一脚将其踢飞，导致天宝意外落在枪头上。一代枭雄就此饮恨西北。而军营没了主将之后，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，让开通道，任由君宝两人全身而退。电影最后，君宝将天宝骨灰带回少林去见师傅，他也没有和秋雪在一起，毕竟一见郭襄误百年。后来他用张三丰的名字创立武当，成为了一派武学大师。而回看董天宝的一生，从小争强好胜，未进入达摩院，不惜犯戒偷看手作练习般若掌，可在他眼里自己却并没有错。下山后刘瑾的官威排场，令他心智逐渐开始产生动摇，街头卖艺，趴在地上没尊严的捡钱，却不如小偷偷取不义之财来得快。何为善，何为恶？一身官服欺压百姓的兵是善，还是打家劫舍的小偷是善？既然自己无力反抗，那就干脆加入。于是天宝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往上爬，为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他出卖兄弟，杀害心爱之人，自此一步登天，彻底黑化。只可惜他有野心没情商，不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，高强度不顾死活的训练，使手下们心里抵触他，痛恨他。可自始至终，他都想着拉好兄弟君宝一把，甚至最后都没使出绝招般若掌。忘记了这20几年，我们一直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难得刘公公赏识，我们会有很多机会一起打天下。大事